你俩回去吧，那车好像已经到了。啊，别送了。啊，洋洋。哎，洋洋，一会儿你先回去，我送你妈去机场。行。哎，你别送，别送。你去完机场回来还得叫车，那车费那么贵。再说你又不会叫，别找那麻烦了。哎，你带这个箱子，衣服够穿吗？这两天我看天气预报了，全国都在降温，南方冬天那么冷，你又不是没体验过。够穿啦，放心吧。哎，你这两天早上可得早点起啊，你别耽误了给洋洋做早饭，你上班也别迟到了。哦，知道。你好，里程专车为您服务，请问您是去机场尾号9893的乘客吗？对，我是。好，行李给我吧，帮您拿。行了，你们回去吧。洋洋，别耽误学习，好好学习啊。知道了。对了，洋洋，你舅舅出差了，你这两天可别去你姥姥姥爷那去给添乱。妈，您又来了，您放心吧，啊。好，我走了啊。拜拜，再见。哎，记得电话啊。我到了就给你打电话。请您系好安全带，我们要出发了。走，回去啊。帅哥，不错嘛，啊？师傅，我们改去北大医院。没问题。那麻烦您在滴滴客户端上修改一下目的地。好。今天算了吧，改天吧。去呀，同学们叫你。那您是先回去还是？我看你哪行。行。来了。哦。哎，好，嘿嘿，真不错，好。哎，传，对，哎，传的不错。防守啊，防守。哎，过好，好。长枪。好这。哎，洋洋，你妈真有意思。哎，抢篮板呀，快抢篮板！防守！哎，突破！回一下！哎，录个像。刘金啊，我在看儿子打篮球呢，儿子打得真好啊！哎，我在看杨打篮球呢。再看杨吧。防守，杨防守。好，就到这了啊。感谢您使用里程专车，请带好随身物品。请慢走。好的，再见。11 i le tombe cathedral
tomter, tomter, dans ça ne m'en millénaire, nous m'a voulu monter vers les étoiles。哎，方一凡，哎，你们这是干什么呢？阿姨一直在吼，我忍你半天了。来，这是干什么呢？哦，我给表哥录个视频，他要发快手。我这练专业怎么不行啊？练什么专业？这是法语的音乐剧《巴黎圣母院》。还法语呢？你先把英语给我整明白了。你给我下来，我找你有事儿。磊磊，别老低着头，你看这儿啊，把这个举高一点看。啊，一会儿给你下碗馄饨好不好？啊，没事，小姨，我晚上吃挺饱的。怎么了吗？文文，你过来。你说你要艺考，艺考到底怎么回事？你清楚吗？录取率是多少？有多少院校招多少专业？每个专业招多少人啊？都有多少人报考？什么都不知道就说要考，你过来看看，妈妈给你在网上查的这个数据。你看去年北京电影学院总共报考人数45077人，其中表演学院报考的人数是9693个人次，最终只招50个人。录取率是多少呢？是194比1。中央戏剧学院也差不多，是吧？报考人数录取率是195比1。你懂什么叫195比1吗？你知道什么概念吗？就是200个人才收1个人。啊，说白了就是100个人里边才录取半个人，录取率是0.5%，比咱们考211-985难多了。而且这不是100里挑一，这是200里挑一啊，这得多难啊！啊，是，但是就是因为它难，所以我才要去试一试。万一考上了，考上就说明我有本事，我厉害啊！哦，你是这个逻辑啊？你考取了你是厉害，你要考不取你不就成炮灰了吗？是不是？来，你过来，妈妈跟你说。凡凡，这个艺考跟高考真的不一样。高考的分数线它是死的，它就在这儿，啊，比如说这个分数，只要达到这个分数以上的，就肯定会录取。这个分数它是不变的，谁都改变不了。这个分数你考不到，你就下去，你就考不去大学，是吧？但是艺考不一样，艺考是要你先考专业，你要先把这个专业过了。可是这个专业是怎么考呢？他是一排老师坐这儿，我打听清楚了，是挨个打分。他要是喜欢你，他给你分高一点；他是不喜欢你，他分数低一点。这个浮动是很大的。他比如说，哎呦，他觉得方一凡长得还不错，我给你加高几分，是吧？方一凡唱歌跳舞，哎，都还行，表演差一点也没关系，算了啊，这个分数就上来了。每一个老师对你的印象不一样，给你的分也不一样。你这个分是可浮动的，所以你就没有一个固定的一个标准。说实话，这些艺考的学校咱们也不认识，人也没有什么关系，什么情况都不知道，咱们等于两眼一抹黑的就去考试了，得靠你自己真凭实力。可是多少孩子人家提前就准备了，你像王一迪，还有更小的就开始准备了，准备了好几年的都有。你说你现在就准备这么几天，你想考上，这是不可能的事儿啊！这把握系数太低了。你听妈妈的，咱们把心收回来，不能参加这个艺考，全心全意准备高考。一本考不上，咱们考二本，努力，二本还是有希望的，啊，好不好，凡凡？行，知道。啊，把心收回来啊，全心全意准备高考啊！怎么了，表哥？没事。
你是到南京了还是到酒店了？到酒店了，我准备睡觉了。那边冷吗？挺冷的，才4度，幸亏我带了厚衣服。那就好。对了，跟你说个事儿。本来吃饭的时候就要跟你说的，袁永赞，我没说。你说。今天常委名单公示了，没我。为什么呀？估计还是因为法拉利的事吧。这不都已经解决了吗？是啊，估计上面还有想法。没事儿，老季，你这不刚调回来吗？慢慢来吧，以后都会好起来的。一切都会好起来的。你好，现在可以进去吗？我不跟你说了啊，有同事过来找我，你早点休息啊，我挂了。你好，明天早上9点钟呢，我过来给您做一个术前准备，然后10点钟呢，咱们是第1台，是陈主任帮您做。好。还有明天呢，手术之前需要您的家属过来签一个穿刺手术的确认书。我自己签可以吗？是您家属不方便来吗？对呀，我爱人特别的忙，这2天他在外地。哦，那行，您本人签也行。那您早点休息吧。哦，好，谢谢。哎，陈主任，你好。别动，好好休息。这结果出来了吗？你不要着急，这次穿刺手术没有刺中目标肿块，还需要再做1次穿刺。还要再做1次？对，不过你不必害怕，这在穿刺手术中呢是属于正常现象啊。你也好好休息2天，我尽快给你安排 CT 扫描和第2次的穿刺手术。好的。好，谢谢啊，陈主任。好好休息。好。你们怎么都不说话呀？就以期中考都把你们考糊了。刚刚叫英子呢，她都不跟我们一块儿。我现在是能理解这么多，就我们想干什么事，家长总是反着来。不是，你想干什么呀？表哥，你还是吃一点吧，中午不吃饭不行。要不你把我的鸡腿夹去？不用，你是你的，不用管我。你吃吧，你真不用管我，没事。曾猴，这可不像你。磊儿，他怎么了？表哥想考艺考，小姨不想让他考。表哥，要不然不考就不考吧，我帮你补课，提分，没准真能考一个不错的大学。不用了，我这辈子跟学习都无缘啊。方一凡，你怎么了？这都要考试了，你这准备好了没？不是王一迪，你怎么总是哪壶不开提哪壶啊？我不考了。不是，这离考试就2月了，你这得有点自信啊。再说了，我觉得你还行啊。你觉得我行，有人觉得我不行。谁觉得你不行啊？
我妈。啊，那你也太惨了吧！哎，不过我妈特支持我。你妈是支持你，我就没你这命。哎，芳芳，你别想那么多，快吃吧。贝贝，俩儿，你小姨为什么不让她艺考呀？哎，我看现在挺多同学都艺考的呀，而且也是条不错的路子呀。小姨昨天说的，我也是才知道，这艺考挺难的，尤其是电影学院和戏剧学院这2个学校，每年报名的人就1万多人，然后录取的只有50个人，录取率只有0.5%，也就是说没有200个人才能有1个人考进去。这么难考吗？现在？其实和考清华北大差不多。加油！我们这聊半天了，你这也不说话。哎，你和爸妈现在怎么样？什么情况？我妈出差了，我爸也不怎么管我，所以想干嘛干嘛了。真好，真羡慕你，想干嘛就干嘛。哎，你说我妈要是打我一顿也不管我，那其实也行啊，别打太狠就行了。凡凡，你有毛病吧？不能艺考就别考了，别把我脑子给打坏了。本来脑子也不好使，主要是自己想干的事儿，自己喜欢干的事儿也干不了，挺烦。你想干嘛呀？唱歌跳舞啊。150万了！哎，你们看，我有150万个点赞，这什么概念？就是有150万个人喜欢我，他们都是喜欢看我跳舞视频的粉丝。哈哈。方猴，我看你这就是瞎猫碰上死耗子了。哎，我以前也没见你多爱唱歌跳舞。这是一个契机，没准通过这个契机，就能发现我是万中无一的那个舞蹈奇才，我就能火了。哎，对，我们一会儿去第2场吧。咱们先要争分夺秒，现在就出发，走。走。哎，我另外一个。哎，帮把盘子收了，一会儿。哎。雄心豹仔了，跑这儿来你啊！你妈妈这非打死你不可！我跟你讲，啊，这还没到上课的点儿，我回去正好赶上，还不会迟到。对，小姨夫，我算过了，要是卡着点走，肯定不会迟到的。蕾蕾，你应该带着你哥哥好好学习，你怎么跟他学坏呀你？啊，你是中午，哎，中午好，就算你们中午这现在没上课，你是不是跟学校温功课呀？实在不行了，你在学校趴桌子上睡会儿，是不是养养精神？你下午上课不困啊？行，知道。哦，对，爸，你这事可千万不能跟我妈说，说了事儿就大。对，小姨夫，您千万别跟小姨说。我肯定不会跟她说的，我要跟她说，她顺手把我也给打死了。你还知道不能跟你妈说？爸，我都说800回了，我现在回去正好赶趟。你赶什么？你看现在几点？你赶什么趟？你再耽误半个小时就迟到了。行，那咱就别磨蹭了，赶紧走。怎么我还耽误时间了是吧？我还磨蹭了啊？你好不容易跑商场来干嘛？多分心的中午，对不对？你告诉我你怎么想的？你认真的？我必须认真的。你给我说说你怎么想的？行，那你认真了，我也认真回答你了啊！你说说，我听听。我真的喜欢跳舞，就我电视上看那些明星跳舞，我1、2遍我都能学会。但这数学题我看10遍、看20遍我都学不会，我也做不出来。但不是我不努力，我是真的不会。你和我妈还想让我成为学霸，那不可能。儿子，爸爸跟妈妈从来没想过啊，没奢望过你成为一个学霸。
但是你最起码你得考上一凑合的大学吧，这点得做到吧？是，要考大学不得要分吗？我每次看到我成绩不好的时候，我心里你以为我好受，我也不好受。你和我妈天天在我身边叭叭说个不停，我心里也是有感触的，对不对？但是你们要接受现实，你和我妈要接受这个现状。你看刚才我跳舞，那么多人喜欢看我跳，而且每次只要我跳舞的时候，感觉到真正的自由放松，而且我感觉全世界都在我脚底。哎，你能理解我这个感受吗？理解不了，就是说，哎，就你也不明白。就是说啊，艺术要用心去感受，这样要不然我再给你跳一个，你再看。讲你我跳，你在这跳什么跳？啊，我刚才看你跳的是不错啊，挺有才华的。爸爸年轻时候也参加过艺考，你知道吗？我能理解你那种用心感受那种感觉，但是儿子是吧？你现在看着我的眼睛，像你个子矮，你看着爸鼻子，你跟爸爸说认真的说，你是不是真的喜欢唱歌跳舞？我真的喜欢唱歌跳舞，而且我这种啊，不是说就拿它当做一个玩儿，而且我也不是考不上大学我去混个大学，我真心喜欢。行，你真行，那爸爸宣布单方面的支持。哎，好，哎，不是，那单方面什么意思？单方面就是代表我个人支持你，妈妈那儿我不清楚，我也决定不了。不，爸，你办事不能这么不靠谱。我这已经很靠谱了，儿子，我能单方面支持你就已经不错了。你是在家里我说话也不算数，那妈妈能不能支持你，我哪决定得了啊？是，那倒也是啊。不，那换句话来说就是，我妈要是说不行，你说行也没有用啊。我说行或者不行都不代表着行啊，妈妈说不行也未必就是不行，你懂吗？不，你捋是什么意思？到底行还是不行？我说行或者不行都代表着啊行或者是不行，妈妈说不行也不代表着就完全不行。找一个专业的啊，有专业眼光的啊，有专业资质的，给你看一看你到底适不适合，适合那就是行，那我们就支持你。如果不行，你就好好去准备考大学去。也行啊，爸你真好，爱你。哎，等会儿，今儿不是周末，今儿工作日你不工作，你在这儿待着干嘛？你就别管我了，我又不是小孩儿，我又不是逃课，我这单位派我出来办事儿，这不是很正常吗？行，赶紧抓紧吧，这都迟到了啊！磊磊呢？磊磊刚才还在这儿呢，这孩子跑哪去？磊磊，你快下来！又玩扶梯去了？这扶梯有什么好玩的？研究什么呢？都快迟到了，走。哎呀，回来了，毒死我了！堵车是吧？哎，我不跟你说了，我今天好多表要给做完了，等一早点交上去。哎，你做饭了没有？做了。做什么了？我今天请你吃蒸花鸭、蒸鹿眼、酱鸡腊肉、松仁小肚、清蒸哈士玛。哪儿呢？都在我的脑子里。你没做饭啊？没做啊。孩子们回来吃什么？吃屎呗。做了，都这样的。你会用真香啦？那这初次使用，请多多关照。你可以呀。这什么了不起的？我看看说明书，10分钟我就搞定了。行，以后多蒸煮啊，少煎炸，少吃点油，对身体好啊。好嘞。哎，今天一天都跟家待着呢。什么跟家待着？工作还是跑了半天。哎呦，我发现呀，到咱这岁数找工作是不容易，你知道吧？人到中年，应了那句话：上不去下不来，体力上不去，面子下不来，饭量上不去，脂肪下不来，理想上不去，血压下不来。灯泡那我得擦了，脏了。最后就是楼梯上不去啊，上了床你就下不来。你少贫你。我发现找工作现在啊，到咱这岁数确实不容易。别说找个白领，蓝领都不好找。你说这一天啊，在外边溜达，这冬天了，站在外边也冷，坐车上呢开着暖气费油，待在商场里也不是事儿。你在商场里溜达，那保安看我跟看贼似的，说这哥们儿嘿，怎么整天在这溜达呀？啊，还是光看啊？咱不找好不好？咱就在家待着行不行啊？哎，该找还得找啊，我也不能不工作呀。我现在就在想啊，你说
我当初这专业是不是选的不对呀？原本想着说有个专业，好歹找一铁饭碗，怎么弄成这德行了呢？哎，你说的这个对。上次我们同学聚会，我们一个班不都学一个专业吗？毕业以后干什么的都有，还干的都挺好。哎呀，我当初就不该听我爸，我爸就不该听我姑的。你这弄什么学法律，想弄个法律世家？我跟你讲，我压根就不喜欢这专业，我就不想当个律师，我也不想当个法务。哎，你说人为什么不能这样啊，团结？为什么不能按照自己的兴趣去选择一个自己感兴趣的、喜欢的专业啊？这事儿呢，又能养活自己，又干得开心，还享受这工作，这该多好啊！是啊，这是好啊，但哪有这么好的事儿啊？啊，又喜欢还能又挣钱，你说咱们那会儿不就是因为这个啊没得选吗？媳妇儿，媳妇儿，咱们那会儿真的是没得选，是吧？有兴趣的事情，这最后做不了。如果说上天再给我们一次机会，让我们有得选，肯定选了，对不对？那现在能不能啊，在有机会或者是创造机会的情况下，让咱们的孩子方一凡他们可以多一个机会，多一次选择，选择一个他们喜欢的专业呢？这儿等着我呢。不是啊，不是在那方一凡选什么呀？不是在这等着你，平常啊是这样，咱俩教育孩子，你为主我为辅，对吧？你冲到前面，我在后边。你有的时候呢打两下啊，说话凶一点啊，我都支持你。但是我觉得方一凡，你别看他啊，虽然这个是个皮猴啊，心智不是特别成熟，但怎么说也18了。我们是不是能听听这孩子自己心里的想法呢？比如呢？比如今天啊，我在商场跟他沟通了一下，我就觉得方一凡。等会儿你在哪儿跟他沟通？操场。行，我承认，我说漏嘴了。商场，我跟他在商场沟通来着。我说漏嘴了。什么情况啊？你跟他在商场，他逃课了？不是没逃课，他是利用中午那午休时间，我们在商场碰了个面，我们是碰什么利用午休时间啊？他午休他可以在学校里写作业啊，或者他想睡觉他回家呀。什么意思呀你别瞒着我，怎么回事？我批评他了，我已经严肃的批评他了，他不应该这样，对不对？即便是用午休时间，也应该在家里好好休息，或者在学校里边好好温习功课。跑商场干嘛去？对啊，我严肃的批评他。他为什么去商场？我说他，但现在不是说这事儿，你知道吗？我批评他了。他去商场是干嘛去了呢？他去商场啊，他是心情不好，知道吧？他就到那个商场那个游戏厅跳舞机上去跳了会儿舞，练舞蹈。你听我讲，他跟我说句什么话，挺触动我的。你听我说啊，他跟我说：“爸爸，我真的太喜欢唱歌跳舞了，我真的喜欢。而且呢，就是我看那些跳舞那些视频，短的那种啊，我看一遍我就能练个8、9不离7。可是我学习那个什么物理啊，什么数学啊，我看180遍我都学不会，我就是记不住。孩子18了，你知道吗？他现在要面子，他有时候学不明白、学不懂的东西，他也不好意思说了，都跟我说了，他心里肯定还是别扭，对吧？我觉得咱们可不可以稍微想想孩子心里到底怎么想的呢？可以啊。可以听听他心里怎么想的，你说的没错，我也认同啊。但是方圆他心里想的如果不靠谱怎么办？你告诉我，他如果想杀人放火，你也由着他。孩子18了，你知道吗？他现在要面子，他有时候学不明白、学不懂的东西，他也不好意思说了，都跟我说了，他心里肯定还是别扭，对吧？我觉得咱们可不可以稍微想想孩子心里到底怎么想的呢？可以啊。可以听听他心里怎么想的，你说的没错，我也认同啊。但是方圆他心里想的如果不靠谱怎么办？你告诉我，他如果想杀人放火，你也由着他。你这不抬杠吗？杀人放火跟唱歌跳舞那2码事啊！不是抬杠，我这给你打个比方。你这比方，这前门楼子胯骨轴子不挨不上茬啊！你说，你说我们从小我们在幼儿园小的时候，是不是从小就练什么唱歌啊、跳舞啊？哎，那叔叔阿姨啊，什么家长都是说：“哎呦，真好，你们跳真好。”小朋友长大了想干嘛呀？啊，我要当个音乐家。老师，我想当个舞蹈家。老师，我想当个歌唱家。好，我们的老师也真好，爸妈会，哎呀，你给将来当这真好。结果呢，一长大了，每天数学、物理、化学、语文、什么英语，全是这个，天天就学。学完之后高考，好好考，考完之后上一公司，到一 IT 公司，天天那 IT， 是不是？最后干嘛呢？打杂的、跑腿的、碎催都干这个的。我觉得啊，我们为什么不能让孩子多一个选择的机会呢？这也是一种方向吧。不是，
方圆，你什么意思呀？你今天跟我说这个，我可以给他选择的机会，我可以给他方向。他现在什么时候了？他高3了，你今天来说服我要用教育幼儿园小朋友的方法来鼓励他唱歌跳舞，你是这个意思吗？我没有说让他像小孩似的幼儿园那样在学唱歌跳舞，我只是说我今儿跟他聊的时候，我看他那表情特别专注，是吧？那个专注的程度啊，就让我想起我小时候躲在被窝里边看武侠小说那个样子，还有我就玩鱼啊，玩个虫，这种时候，哎，我也是那种专注的状态。我讲我要看合同，看我不喜欢的法律文书，我一点兴趣都没有。我就想像方一凡这样，他就对这东西有兴趣。我小时候有很多梦想就没有实现，别重蹈我当年的覆辙，长大了以后后悔啊。方圆，我先不说你选没选错专业，至少这个专业保了你20年饭碗吧。那我要换个专业，可能能保我30年金饭碗也说不定啊。说不定，那你是你，方一凡是方一凡。我不想让我的儿子一毕业就失业，就这么定了。谁说学艺术就一毕业就失业了？他想学唱歌跳舞，学那音乐剧，那学音乐剧的，我承认有些人可能最后混得不好，开个网店，到个什么形体班给人当个形体老师，但也有登上国际舞台的，到百老汇的呀，对不对？还有像那个谁，就是那演员小眼睛长得挺难看，像牛头梗那不也现在成了一著名演员，是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一个大明星，这不挺好的吗？我们之所以不让孩子去参加什么艺考啊，让他选择一个他有兴趣的事情，就是怕担责任，你知道吗？怕他有一天失败了，回来怨我们不就是怕担这个责任吗？是我就是怕担这个责任。你要敢担这个责任，我马上让他参加艺考，我二话不说。方圆，我说了多少次了？我们都是第一次当父母，我们一定是要给他最保险的一条路。我第一次当妈，你也是第一次当爹，我们都没有经验。我们能做的就是把我们已有的经验，把我们这些能力，把我们这些知识，我们所知道的尽其所能的，帮他选择一条相对正确、相对大众、相对保险的，将来不被饿死的一条路。高考，哪怕你1本考不上，2本考不上，大专。至少有个专业，我们将来好找工作吧，至少是个敲门砖吧。你为什么要放弃那个99%的人都选择的路，而去选那1%的艺考呢？你不要你没有实现的梦想让你儿子实现。你要想唱歌跳舞，你去学，你去唱，我不拦着你，反正你也没工作，少拿我儿子当试验品啊。我要纠正你一下啊，刚才你说的话也不完全正确。是，你是第一次当妈，但是我当年8下江南的时候，也一定是在南方留下过几个孽债的。不要脸！好了，你说的对，我支持你。但是你看啊，好不好看疗效得听专家的呀，是不是？咱们也不懂，也没专业能力，是吧？这一块石头你切开了才知道里边是美玉还是烂石头渣子。我提议找一个专业的啊，起码是一个干过这行的，给咱把脉，判断。方一凡要是这块料，咱就鼓励他；如果不是，彻底放弃这想法，行不行？别逼逼了，我这还没逼逼完呢。我来啊，我跟你一块儿。戴上手套，好。看成不成功啊？嘿，呵，好香啊！还真香。帅风不错啊。啊，可以，这点真省事儿呢。往里一放。这是你的清真哈什马是吧？对，清真哈什马。我今天还有个事儿想跟你商量。你说。我这看着方一凡啊，在商场里碰上他之后，我就在想，哎，这个我得扣个，等会儿啊，我就在想，你说。我这工作没了的事儿，我是不是应该告诉他？我也不能老瞒着他。因为我老瞒着他，这老瞒着他，早晚也得穿帮。要不然找个机会我跟他说了得了。哎，你这事儿吧，你自己看，你的事儿你决定。说实话，我觉得现在俩孩子高3，其实家里需要有个人照顾他们。要不然这样，你一边呢在家里照顾他们，一边呢捎带手找工作，骑着驴找马。我看行。好，英子，来，谢谢。吃，多吃点。妈，这太多了，我吃不了。多吃点，学习那么累，多吃点补补。吃。好吧。爸。
您喝开心了吗？开心了。那我给您再添点儿。来，再添点儿。这素火锅挺好吃的，但是我还以为咱今儿能吃辣的呢。啊，吃辣的对身体不好。再说了，北京这么干啊，吃辣的上火。你怎么跟我妈似的？你妈说的对呀，咱就得听。这2天你妈对你怎么样啊？应该不生我气了吧？不知道。哎，英子，爸爸发给你一个截屏，你把它存起来。啊？什么截屏啊？前2天啊，爸爸在平安上给你买了个保险，叫爱满分，你把它存好了，上面有单号啊。30年后合同约满了，还能分你一笔钱呢。30年？30年，弹指一挥间。30年前爸爸比你还小的时候，那就背上行囊行走远方了。哎，对，爸，您当时离开家从辽宁到北京，爷爷奶奶舍得吗？当然舍不得了，毕竟离家那么远。那爷爷奶奶支持吗？支持啊！你爷爷说了，好男儿志在千里，那必须得走。爷爷奶奶这么好？你爷爷这个人啊，就是一个走南闯北、见多识广的人。爸爸跟着你爷爷，那也是走南闯北，顺便见多识广。那爷爷当时都去过哪儿啊？哎呦，你爷爷去过地儿可多了。你爷爷当年支持3线建设，先是去的湖南、湖南啊，后来爸爸又跟他去的沈阳，再后来爸爸跟爷爷又去了大连。大连好，靠海，海边。爸爸觉得啊，你必须出去闯一闯。我跟你妈都认为我闺女有出息，喜欢天文啊，喜欢航天。我闺女人又聪明，一定能够冲出亚洲，飞向宇宙。爸，您真这么觉得？爸爸真这么觉得。那您再喝点儿。喝点。来，我真是太开心了。我跟您说啊，这正好，我们学校呢，他最近开始报那个冬令营了。冬令营啊？对，我觉得您肯定支持我。这有北大、清华，还有南大。支持。冬令营，爸爸支持。好。冬令营，爸爸知道。冬令营就是同学们在一起出去拓展，大家出去玩儿。爸爸上学的时候就冬令营，我们那会儿呢在山上，晚上住在山上，晚上风一吹，给我们全冻感冒了。爸，您说的冬令营跟我们这个不一样，我们是有竞赛班的啊，然后拿到好成绩之后能参加自主招生的。自主招生？没错。去，必须去。去，支持我去冬令营，支持我去南大 ，yes。去什么南大呀？哪儿的南大？南大呀，就您不是支持我多出去看看吗？啊！而且南大的这个天文系啊，那可是全国第1名。南大是什么？南京大学啊？对啊。然后你去那儿上学啊？对啊。哎呀，这妈妈不会同意。我这没说妈妈，我是问您同不同意，支不支持吗？你再考虑考虑啊，再考虑考虑。为什么呀？南京啊，太远，爸爸妈妈看你一次太不方便了。我跟你说啊，南京特别热，夏天热，冬天冷，房间里没有暖气，哪有北京舒服啊？最重要的就是，你不爱吃辣吗？南京那地方吃的饭那菜都是甜的，你肯定吃不惯。知道了。吃饭了，差不多了。来了吗？来了，哎，来，吃饭。哎，爸，这什么意思啊？哎，对，倒上。啊。来，咱们今天啊，咱们以水代酒。这菜也太丰盛了，这有什么喜事吗？那是必须的呀，大鱼、大肉、大虾的全有。来，这个咱们今天一家4口啊，算是纪念一下。来，咱先碰个杯。来。
今天呢，就算是爸爸的一个结业式吧。啊，你别开玩笑，你都毕业多少年，你又从哪儿结业了？是这样啊，爸爸呢这段时间呢，一直有个事儿瞒着你们，啊，其实从你们开学没多久，爸爸就失业了，啊，暂时失业了。这俩月呢，爸爸也没告诉你们。但是今天跟你们妈妈商量了一下，思前想后的，觉得你们18岁了，这事儿呢还得让你知道，咱们是一个家庭啊，要一起承担，啊，人生难免会有风风雨雨，啊，会有沟沟坎坎，我们得经历，一起经历，对吧？爸爸这工作呢，因为啊，今年这个整个经济形势啊变化比较大，爸爸的工作呢就暂时呢就没有了，但没关系，是吧？妈妈工资很高。啊，而且爸爸还这个有一笔这个遣散费，家里这个生活还是没问题的。而且刚好你们高3了，啊，你们都是男子汉了，啊，这个应该了解一下咱们家的情况。我正好呢也跟家做这个家庭主妇，照顾你们这日常起居，啊，咱们全家一块儿啊，在高3取得阶段性的胜利。对，好吧，来举个杯，来，举个杯，来儿子，来，蕾蕾，来，没事啊，来，啊，来，告诉你们，就说明你们长大了，这不是事儿啊。我跟你们说，没关系啊，爸爸这么做也是为了你们，啊，他也是有所牺牲的，是吧？因为你们也需要人照顾，高3了，是不是？好了，所以方一凡更不能辜负爸爸。是不是更要好好学习啊？但是别往心里去，没什么大不了的啊！来吃饭。行，别那么严肃，快吃吧啊！我把汤给盛出来一会儿啊。蕾蕾，没事儿，没什么大不了的。来，谢谢小姨。不谢。快吃，蕾儿。你先吃着啊，一会儿啊8点钟你妈就来接你来了。你看看妈妈来了，你要是想玩，你就再玩一会儿，好不好？不想玩了。你妈还挺准时。哎，小妹儿。英子在呢。你怎么来了？我怎么不能来呀？英子，你吃啊，我去放东西。好。你这怎么来了还拿一箱子呀？我在这住，当然拿箱子了。不是你什么意思啊？你要住这儿？我都想好了，咱俩必须得在一块儿，要不然感情会出现问题的。咱们俩昨天晚上不已经住过了吗？一晚上哪够啊？我要每天都跟你在一块儿。哎，站着！哎，英子还在呢。英子在怎么了？英子晚上又不住在这儿。是不住这儿。就算她住这儿也没事啊，咱俩在这个房间，英子在那个房间，其乐融融的，不是挺好的吗？呀！快8点了，快，赶快回去，快点！什么8点了？快！不是你什么意思啊？你是不是有事儿瞒着我呀？我什么意思？你还听不明白吗？你今天不能住这儿，我得陪英子，没时间陪你。你陪英子，我什么时候拦过你啊？不是乔卫东，我想有个自己的孩子，怎么就那么难呢？哎呀，行了，别闹了，赶快回去吧。谁闹了？乔卫东，你每天住在这儿，离你前妻女儿那么近，你打没打鬼主意？你心里最清楚。我打什么鬼主意了？
你小点声。我为什么要小声？我是你未婚妻，你怎么现在搞得跟我破坏你家庭一样？你今天把话给我说清楚，到底是你前妻女儿重要，还是我重要？那你要这么问，英子更重要。我明白了，是我搅和你们了，是吧？妈，吃好了吗？吃好了。辣呢？你就吃火锅，不让你别吃辣的。不是辣的，是打边炉。我走。小孟阿姨来了，吵架呢。乔卫东，我走了以后，你就再也别想见到我。你高兴了吧？我高兴什么？你少在这儿给我装！我们刚才说的话你都听见了吧？你现在心里特别美吧？听见什么了？我就美。不是小妹儿，你就别在这儿给我演了，我现在就走，你马上搬过来，一家三口其乐融融，多好啊！我祝你们幸福。哎，你这什么话呀？还有，你以后能不能不要再贼喊捉贼了？不高级。小孟阿姨，哎，我现在还喊你一声小孟阿姨，是因为我尊重你，我尊重你是我爸爸的朋友，但我觉得你现在这样对我妈不正确。我妈妈她刚来，她又没听到你们说什么，她也不关心不在乎你们说什么。再说了，这块是我爸家，我觉得你这样大喊大叫不太合适吧。好好过吧。小妹儿，来了哈。来接英子的。那个英子还有时间，想玩就再玩一会儿吧。妈，我去收拾东西了。那个是这样，那个听你的，那个火锅不辣，没吃辣的。啊，是没吃。英子，你稍微快点，你爸着急呢。不急不急，那什么，我一会儿送你们。不用了，走吧。哎，好。哎，好嘞好嘞。喂，小妹儿。喂。哎，媳妇儿，媳妇儿，我在这琢磨啊。你说刚才孩子们心情都不好，饭都没好好吃，我是不是没工作的事儿
不应该告诉他们呀，就接着瞒着不就得了吗？我觉得告诉他们挺好的，没必要瞒着。我们是什么样的家庭，就让他们面对什么样的生活，挺好。是，哎，按道理吧，让孩子了解真实情况呢，也是种锻炼和成长。而且方一凡吧，我觉得更无所谓，知道吗？我觉得他呢没心没肺的，我主要考虑还是磊磊。你说磊磊这孩子本来就敏感，到咱们家来了，怎么说都是寄人篱下。这再知道小姨夫没工作了，家里经济压力大，我就怕这孩子到时候情绪受影响，心理上受伤害，到时候回头再影响他高考，你知道吗？还是可怜这孩子。怎么了？对蕾蕾真好，对我也好。你现在觉出来了？你就是我的大白。你是说我胖是吧？啊，还是说我白呀？还是说我软呀？说你大。哎，我有时候大白，有时候就是变形金刚，是吧？是一个擎天柱。你想干嘛呀，擎天柱？啊，我跟你一块练会瑜伽。爸，哎呀，你这孩子怎么不敲门啊？哎，这找着了吗？啊，对。哦。我其实刚才敲门了，可能声音太小，你们太投入了没听见。那个我是有事跟你们说的。说什么事？怎么了？那个，来，爸，你坐。你妈，你转过来，我有话问你。干什么？说什么正事？来，妈，你也转过来。那个，就咱们今天吃饭的时候说你没工作那个事儿，其实我真的心里挺难受的，我心里也有波动，所以连饭也没怎么吃。凡凡，你听我说哈，爸爸没有工作这个事情非常正常，这就是生活，这就是生活的本质。谁能保证自己一辈子不失业？没有一个人能保证。对，谁会一帆风顺啊？这就是客观的生活规律，没错，这就是生活。我告诉你，人这一辈子呀，没有一样事情是永恒不变的，任何事情都是变化的，变化才是真理。你要说有一样事情永恒不变，就是爸爸妈妈对你的爱。你不要因为这些正常的变化影响你的学习，听到没有？我觉得不影响都是不对的。我又不是白眼狼，我不是没脑子。但凡家里出点什么事儿，我是在意的呀。是知道你在意，对不对？而且我觉得我现在就挺对不起你们的。儿子，哎，这家里哪有什么对得起对不起的？一家人不说这话，知道吗？他说不就是一工作吗？爸爸这能力你还不了解吗？爸爸找工作分分钟的事儿，对吧？而且爸爸这次得了不少的抚恤金啊，不是遣散费，啊，是吧？而且妈妈工作现在很稳定，工资也高，咱家没问题，好好的。你这着什么急啊？有什么对不起对得起的？咱之前不还有那个房贷没？这孩子操心房贷的，房贷不是事儿，那没几个钱，放心吧。方一凡，你要是真那么想，妈妈特别高兴，真的，说明你长大了，你能体谅爸爸妈妈的不容易了。凡凡，我跟你说，方一凡，你现在终于明白了，每个家有每个家的不容易，爸妈不说不代表没有。你现在终于看到我们家的难处了，看到我们家的艰难了。我们很多事情都不告诉你，是因为我们想保护你，想让你把所有的心思放在学习上。但是你现在终于看到我们家的难处了，我们也没有必要藏着掖着。你知道这个时候你应该做什么吗？你应该抓住这个机会，发奋图强，比别人更强，把全部的心思全部放在学习上面，冲刺高考，给你的人生交一个满意的答卷啊！有一句老话说得好，叫穷人的孩子早当家。成穷人的孩子了。我这打个比方嘛，王一凡，你要把坏事情变成好事情，化悲痛为力量，努力冲刺，取得一个好成绩，给自己的人生交一个满意的答卷。哎，佟政委，你真是绝不错过任何做思想工作的好机会。
哎，不过我觉得妈妈说的也没错，妈妈说的对，学习还是重要的。哦，对，我要再跟你们汇报一件事情。你说，那个就是关于艺考的事儿。算了吧。为什么呀？就我觉得男人最重要的是工作，你知道为什么？而且工作跟这个兴趣不能挂上钩。你看我举我爸的例子啊，我爸平时喜欢什么花鸟鱼虫，买个鱼，买个鸟，买个蝈蝈。但是呢，我爸没有卖鱼，没有卖蝈蝈，没有拿这个去赚钱，对不对？他也就是丰富一下业余生活。你爸那是玩物丧志，你爸也没那个本事花这个挣钱。孩子说的是我那，怎就是讨厌情操。我养那鱼，大家看了高不高兴？我养蝈蝈，不是让家里人带来很多的欢乐吗？你看多懂事，是吧？是，反正现在呢，我是决定这个艺考就先算了。然后舞蹈呢，就当个爱好也挺好的。以后反正我觉得什么事儿吧，不管是什么事儿，爸爸和妈妈第一位，我自己呢第二位。对。妈，你从小就这么绿，我也绿着你，我还绿我爸，没事儿。没了工作可以再找。没事。凡凡，妈妈好爱你，妈妈很爱你，非常非常爱你，你一定要争气，一定要努力啊！哎，你看咱们这一搂着，像不像小时候玩那个游戏，那个划船？哎，对对对，啊，是凡凡，你还记得吗？你不记得了？不记着了。划船的游戏，你最喜欢的？你小时候？要死了，这都不记得了。来，嘿，这小时候你最爱玩的游戏，来，你进来，你到这儿来，你坐在这儿。哎，对，哎，你坐这儿，你把腿放进来，腿上。对，来，来，爸爸跟妈妈啊，就是那船啊，然后咱们就开船了啊。开船来啊。哎，这时候你的手就抓着船弦啊，抓着船弦，扶着船弦。这个时候准备啊，台风来了，台风来了！凡凡最喜欢这个刮台风了，还记得吗？台风来了，我们抱着方一盘去出去。好，那个，你们先玩，我觉得也挺好玩的，咱们改天再玩啊。好，你早点休息好吧，早点睡。好。晚安。哎，晚安。你看，凡凡都嫌我们幼稚了啊，说明我们是真老了。不老，怎么叫老了？哎，我跟你说啊，别说幼稚这事儿，养孩子乐趣就是这个。养孩子就是跟着孩子从出生到他离开咱们，从头再活一遍，知道吗？有一天等方一凡长大了，也娶了媳妇儿，有了儿子，咱俩当了爷爷奶奶，他得比咱这会儿还幼稚，知道吗？现在咱俩划小船了，行了。别那么伤感，行了，别哭什么哭啊！好想回到那个时候去啊！哎呀，妈，怎么靠这儿累啦？没有，靠着吧。怎么样啊？今天跟爸爸吃饭去，开心吗？挺开心的。不让你吃你爱吃的也开心啊？不辣的也好吃啊！再说了，你不是不让我吃辣的吗？真是妈妈的小乖乖，辣的就是对身体不好。当然了，偶尔吃一次也没事儿。哎呀，最后还不是你开心了，我才能开心呀。妈妈能跟你谈一会儿吗？好呀。哎，你别看妈妈平时对你挺严格的，其实妈妈还是最最爱你的。我都知道。妈妈想跟你道个歉，上次不该打你的，就是急了也不能打你，妈妈一直很后悔。
不怪你，上次是我先做错了的。那咱俩就算和解了，啊，过去了。我就知道我的英子最好了，最好了，妈妈也最好了。妈，您是不是特别爱我呀？那当然了，这世界上妈妈最爱你了，你可是妈妈的一切。那是不是我提什么要求您都会答应啊？那还用说吗？我宝贝的要求，我全力以赴的也得支持啊。当然了，也得是合理要求啊，完不成的妈妈也做不到啊。那我如果毕业了，我大学想考天文系，您答应吗？答应啊！你的理想啊，你的梦想啊，妈妈永远是支持的。那我要是想考南京大学呢？啊？南京大学？太远了吧？那妈妈也不能搬到南京去啊，那以后见你不就费劲了？那不行吧？那我可以回来看您。我查了，这南京大学天文系是全国排名第1。英子，你看，我知道你喜欢天文，所以啊，妈妈也早就帮你了解过了。这天文系啊，下面还是细分的，还有那个航天工程啊、天体物理呀。那要说起来，清华还有北航，那都挺不错的。哎，咱一北京姑娘，当然是首选北京的学校了，对不对？英子啊，其实妈妈早就把你后面的路都安排了。妈妈可能是当老师的，什么事情都想计划。想想那时候刚跟你爸结婚的时候，我也是都计划好了，想着一步一步的实现，过上理想人生。结果谁知道会有这么大的意外，离了婚，现在就剩下咱们母女俩相依为命。唉，其实这事儿对妈妈来说挺有挫败感的。不过男的大概都这样，你对他越好吧，他就越想跑。男的都不值得对他们好，你以后要擦亮眼睛，怎么忽然提到南京大学呀？你想去考那个学校啊？就说说吧。哎，妈妈可舍不得你离开我，最好一辈子我都能守着你。哟，几点了？哎呦，坏了！怎么了？哎呦，炉子上还给你炖着汤呢。哎，你躺会儿也起来吧，是不是还有套题没做呢？啊，抓紧时间啊。温度有点高，但是应该是炎症问题。那这个血压还是挺正常的，淤青呢应该是属于正常现象。但是你的体质属于比较敏感的，所以你会有一些术后反应。但是你要是有一些头晕呀、胸闷呀，还有一些腹部不适的话，你直接按铃就行了。我们就在外面。好，那你好好休息。哎，护士，我想再问一下，我什么时候做第2次穿刺手术？应该这周之内吧，但是具体时间还得等我们科里排了以后才能给您回复。不过您先安心静养吧，我们这边如果排的比较靠后的话，会让您先回家的。啊，好，谢谢。
您做手术了吗？我担心的不是阿姨，是朋友。多想拥有一个小树洞，悄悄地吐露成长的烦恼和美梦，每颗都靠有，侧抱着枕头睡个够，不问枝头有谁在。阿姨，我们上次聊天的时候没来得及给您安利这首歌。这首歌虽然也不算新了吧，但是我觉得就是听了之后心里暖暖的，所以您一个人在医院，就让这首歌陪着您吧。还能爱好久好久，无论过客或是朋友，还来不及叛逆就已经长大，多遗憾，还没实现小小梦想就已被现实打发，还来不及遇上被爱的一半，不圆满再伤的伤，无非也就是这样，抵不过我天生善良。可否借我一个小树洞，来安放无人察觉的悸动，青春半熟，还能呀，听歌呢。正好啊，给你炖了个红枣燕窝，趁热喝了啊。谢谢妈妈。你这一边听歌一边做作业不分心啊？这首歌真的挺好听的，我放给你听。好听吗？还行。那这样，你就干脆趁热先把这个喝了啊，一边听歌一边喝，喝完了抓紧时间做题了，好不好？抓紧啊！还来不及叛逆就已经长大，多勇敢，还没实现小小梦想，依然在心中荡漾，还来不及告别。你喜欢就好，嘿嘿。期中考试过去10天了，天变得越来越冷，北京的暖气也终于来了，但是高考也越来越近了。书香雅苑的一个个小窗里，灯火经常彻夜长明，这是这个小区的常态，也是全部高3学生和家长们的常态。老纪呢，在表情包那件事之后，跟儿子关系缓和了，至少他们能在一个屋子里待着。老纪心里一定很开心。我们家凡凡对我事业的反应，还是让我既惊喜又欣慰的。他是个小皮猴，但这件事儿让我相信他心里有谱，所以我决定背着童文杰支持他艺考了。
虽然我心里也没底，而且离艺考只有2个月不到了，但孩子有梦想，我觉得就该支持。万一实现了呢？宋茜和乔卫东都在用各自认为对的方式关心着英子。在我和老乔每周一歌的时候，老乔跟我说，在他见不着英子的时候，就在家里阳台上用他送英子的天文望远镜看。我说这行为可不好，整个一偷窥狂，当心宋茜报警抓你小子。他说不管，英子就是他的天，他不能没有英子。我相信对宋茜来说更是这样，但他们的爱对于孩子来说究竟是爱还是压力呢？你今儿是不是要上瑜伽课去啊？嗯，什么时候走啊？马上。还是跟宋茜？嗯，中午回来吃饭吗？对啊。哎，你怎么问这么多问题啊？什么意思啊？哈？我关心你啊。什么叫问这么多问题啊？我作为一个家政服务人员，我得了解你的 schedule， 我的服务保障得做到位啊。啊，回来吃啊。啊，给我个机会是吧？嗯，行，那我一会儿去超市多买点菜。哎，那你就好好练啊，等你练成了以后，你就教教我，让我减减肚子啊。哎，对，这正好这个油烟机啊，这太窄了，这擦里边油怎么擦够不着啊？笨死了，这不是这么弄的。怎么弄啊？这是？帅风这导烟板是能拆下来的，你看。哦。嗯，喷点洗涤灵就行了。你过来这儿，还有这个集油盒在这儿。这么方便啊？在这下边，你看。哦，在这儿呢，它。啊，给洗了就得了。这就是传说中的地沟油啊！啊，这样我中午给你来个地沟油水煮鱼怎么样？啊，你敢做，我就敢吃。行嘞。好。烦烦点，我走了啊。哎，妈妈走了啊。啊，好，嗯，走了啊。好，拜拜。啊，好，拜拜。拜拜。嗯。搞定一个。还不去啊？表哥，你别老张罗让我去王一迪他们家给他补课了。怎么着，你还不想啊？人家是女孩儿，我不好意思。这有什么不好意思？又不是第一次去了。主要我之前去他们家给他补课的时候，他妈总是旁听，然后还要指导2句，结果最后他说的知识点全都是错的。哦，这样，看你吧。主要是人上次都给你200块钱红包了，你不去不好吧？对吧？那给，那我去吧。去啊！哎，笨死了我！哟，怎么了？落东西了？我到楼下。我给宋茜发个信息，我说你出发没有？宋茜跟我说我们不是为了躲小梦吗？调时间了。哎呦，你说这小梦啊，害得我们讨厌。得了，跟家练吧，衣服都换了。小姨、小姨夫，我先出去一趟啊！你去哪儿啊？等会儿啊！去哪儿去？哦，我给王一迪补课去。怎么又给他补课呀？哦，王一迪妈妈说的。说怕他光顾着弄艺考了，把文化课落下了。不去，没时间。哎，他妈想的倒挺周到的，这如意算盘打的，他女儿2头都不落，浪费你的时间，给他补课干嘛呀？小姨，其实没事，我给他补课是以老师的角度来补，思路能更清晰，我也能再巩固巩固，挺好的。你知道他为什么想去吗？就是因为他喜欢王一迪。你拉倒吧，滚一边去，没你什么事儿。行，不许去啊！回去。谁啊？我文杰。哎，磊儿，文杰，迪迪妈妈，我们来了。迪迪，哎，我一想啊，干嘛还要磊儿去我们家呢？干脆我带迪迪来你们家补习，不挺好吗？是。哎，
我们来不影响你们吧？啊，不影响，不影响。啊，来给你带点水果。哎呦啊，磊儿，辛苦了啊！一会儿阿姨再给你发个大红包啊。哎，别，孩子互相帮助应该的，不发红包啊，必须得发，孩子付出劳动了。就可惜那个微信红包有上限，要不然我给发个大的。哎，快点，你进来呀！好。哎，白白，你也可以旁听的啊，快把椅子给他们，椅子给他们。对，你先坐着，好好的，认真点啊。哎，真没见过。嗯，你要真想给的话，微信转账就不行了吗？不用微信转账，那红包你发俩就400，你发仨就600，你可以一直发1万都可以，是不是？啊，行啊，我不打扰你们啊。装糊涂，他不知道这个。呀，你这么专业的瑜伽垫子呀？哎，你们还在家里练瑜伽呀？啊，我，你啊，对，我正好最近想学瑜伽呢。啊，哦。其实我刚练没多久，我也从来没教过人。我刚练没多久，没事儿，你练，我在旁边看着。文姐，你今天没事吧？我没事，好，那我教你些简单的啊。哎，太好了，对，你就一个垫啊？啊，对。哎，没事，你站中间，我站边上就行了。那你把鞋脱。哦，好嘞。你学过吗？一点都没学。啊，你一点都没学过呀？那先别受伤了，先抻筋。哎，行，你怎么做我怎么做。好，这个爸，肩同宽。这要是个机关算尽，祸不单行，咱怎么糊口脱险啊？你就别瞎使成语了。那个不是，那咱还去不去乔叔那儿啊？去啊，肯定得去啊！爸爸都答应你了，都约好了呀。这样一会儿爸爸就说去超市，你就说你要到同学那儿温功课什么的，找个理由给妈妈请个假，好吧？行，得了，你先去，我断后。你断什么后？你有爸爸有斗争经验吗？你断后，但是妈妈断了你的后路。这样啊，一会儿呢我来断后，然后我给你俩助攻，走吧？行，走。那个妈，我要出去一趟。去哪儿去啊？我去同学家练下英语听力。家里不可以吗？干嘛要出去啊？就是啊，你这跟家不能学习，还跑外边学习去？对，不如去。啊。这次呢，12月份不是有第1次英语考试吗？这次是机考，同学家正好有那机器，我去练一下。方一凡，你少来这套！我跟你讲，我要不知道你干嘛去啊？找同学玩游戏吧。这样，别出去了，跟家爸陪你玩2把吃鸡，好不好？你有病啊！他难得积极主动要求学习一下，你还打消他积极性，吃什么急啊？要吃自己吃。去吧，到同学那儿去。行，那我去了啊。行，那去吧。行，我走了啊。好好学啊。高远，你擦什么玻璃呀？你别弄这些了，赶紧去超市去买点菜去。不是，我先把屋子收拾完，跟家待会儿，不着急呢。不是我着什么急，是孩子一会儿回来吃饭啊。我那油烟机还没收拾完呢。我收拾吧，你去吧啊。这非逼着我现在出门。行，那我去吧。我今儿我好好逛逛，看有什么好东西啊。行，就这样啊。好，文姐，哟，然后呢？我都把你忘了。来，小梦，昨天我也给你道歉了，你就别不依不饶了啊！咱俩以后不许提分手的事儿。哎，咱可说了啊，这方圆一会儿来了，你对人态度好点啊。你这人真的是用人朝前，不用人朝后。怎么就用人朝前不用人朝后啊？这不刚给你买一包吗？你还好意思说？这半年你就给我买过1个包，对吧？可是我上个月还给你买了3双袜子、2条内裤呢，而且我哪次来你这儿不是大包小包的买一堆东西？这都成年人了，这干什么呀？你是什么买袜子、买内裤的？这翻这小肠干什么？你先说的。喝水。我跟你说啊，方圆那有10几年哥们儿了，人家来了求到你头上了，你给个面子啊！我来了不就是给你面子了吗？哎，你不知道，那个童文杰上次怼我怼的有多难看。
哎，你过来。那我不是给你道歉了吗？你道歉有什么用啊？童人节不来，孩子他妈今天不来，行了吧？放心了啊。我放心不了，就你这老窝都被你前妻扒了2回了，而且每次我都是受害者。哎，我跟你说，今天这事儿可千万别出什么幺蛾子啊！我纯是来帮忙的，可千万别惹我一身腥。哎呀，这都过去的事儿了，你提它干什么呀？没辙，我这人触景生情。你少吃点那坚果吧。我现在吃点坚果你都不让了，不是说不行，就是说让你少吃点。我知道了，这是你给你女儿买的对吗？你嫌我吃了她的零食对吧？哎呀，你这都想哪儿去了？真是不可救药了！每日坚果，每天1包，补脑。你这一天都吃10几包了，你要补成什么样啊你？6包。你就够聪明的了，还补呢？回头把我卖了，我还得给你点钱去呢。你算了吧。哎，这红的特别好吃，你尝一尝。那也不是坚果啊。你就来吧，综合的。我不吃，那血糖高啊，那甜的。还有这题啊，我跟你讲啊，这道题你看已知 z 等于2倍的 x 加 y 分之 a 方减2xy。这已知，老师可以推脱。你看上这道题。听我家弟弟说，你又不让一凡参加艺考了。哎呀，方一凡就不是这块料，唱歌跳舞都上不了台面，考什么呀？他不像你们家迪迪，准备的比较充分，是吧？说来就来，都有模有样的，他不行。哎，是，这个天赋的确很重要。是，我家弟弟啊，幸亏随我了，五官长得好看。哎，最关键的，他有悟性。你知道我小的时候，我经常拍挂历上笔杆头。哦，是吗？所以他考上几率大一些。哦，我当时同意方一凡考，也是因为方一凡1本肯定没戏，2本吧，我们觉着也悬。但是这个艺考比较便宜，哦，不是，艺考就是分数比较低，想让他试试。毕竟将来出来毕业是个什么文学学士吧，我听说啊。但是呢，我也给他算了一下，他喜欢的这个音乐剧专业招收的名额太少了，1年好像才招1个班，1个班才15个人，还不是每个艺术院校都有这个专业，所以算下来能考取的几率，这几乎是0，算了，不考。所以文杰，你这思路有的时候有问题啊！我跟你讲，就算你考上了，你为什么干这个？你还不是为了出人头地吗？我跟你说啊，现在电视上你看那些能叫上名的小演员。那好多人都是从7、8岁就开始演戏，人现在才14、15岁。我们家迪迪现在出道那就算晚的，那你干嘛还让他考啊？我刚不说呢，还是得分人嘛。我家迪迪虽然晚，可他条件好啊，他这算老天爷赏饭吃，知道吗？我要是不让他干这行，那我都对不起他，我真的我都对不起老天爷。你们家凡凡吧，他像你白，长得也算有特点。不过现在要是准备开始艺考，的确是有点晚。但晚归晚，你要是都不让他考，那概率更低，概率等于0。哎呀，那你说？凡凡，我是让他考还是不让他考啊？各有利弊。算了，不考了，都已经定了，不想了。哎呀，来，快进来！Hello， 好久不见！来，快，叫阿姨好。这得叫姐姐吧，这太年轻了。也行，叫姐姐。来把鞋换了，哎，不用换了。啊，对，换。好。哎，这叫姐姐，你应该叫我啥？大爷还是舅舅？你大爷，你怎么什么便宜都占呢？不，为什么？一会儿你陪我上超市去。我不去，我还要看凡凡跳舞呢。你以后有的是机会看他跳舞、唱歌啥的。
我跟童文杰说我是从一会儿去超市，你别他回空手回去穿毛露馅了吗？就你事儿多。行，你赶紧跟他套词儿，我给你拿水去啊。哎，小梦，好吧，哎，那个，谢谢啊，今天这个帮着凡凡给看看。那什么，给你道个歉啊，这之前童文杰这个挺不好意思。哎呀，你这说太见外了，这都过去了，别提了，别提了。这童文杰他脾气不好，性子比较急，就搭上孩子事儿又着急，而且他跟那个宋老师是老朋友，是吧？习惯性的站队站他那边。英子他也是看着长大的。哎呀，行了，道歉的事儿我都已经跟你说过了，你就说正事儿。小梦，凡凡啊，你必须帮啊！你给这把关，看看这孩子是不是这块料。要是行呢，方圆就让他艺考；要是不行呢，就不折腾了啊，不费这劲了。凡凡，我听说你想考音乐剧。哎，对。啊，那之前学过舞蹈吗？完全没学过。啊，没关系。那你要不然给我们表演一段，你跳个舞。你给阿姨跳一段，姐姐跳一段。这跳什么呀？跳什么都行，你先给我唱段歌，再给我跳个舞，反正或者你边唱边跳，反正形式你自己选。啊，那我稍微准备一下行吗？不用准备，别紧张，你上来就来，这又不是考试。来吧，跳吧。那什么，咱俩先上超市去。我不去，我还等着看凡凡跳舞呢。咱俩在这，他的别扭，我们上超市去。对，你们忙你们的。叔叔，去，你们办你们的事儿。你在这，我反而有点。你让他这样放松点。对，这么大的孩子了，你好好表现啊，小妹，谢谢啊，我一会儿我就回来接他。走，赶紧。你先跳。是，我得把这地儿腾一下。我给你弄，地儿不够。我自己来。这样，咱俩搭把手上，这边1、2、3。不错啊，你确定你没学过？我真没学过，这段舞蹈都是我昨天晚上现在网上找随便扒随便学的。那你太厉害了。那个阿姨啊，不，姐，那个我认真的问你个问题啊，你觉得以我现在这样一个程度去参加艺考，可以吗？实话实说啊，你是有天赋的。你看你的乐感啊和节奏感都非常好，但是你的柔韧度差一点，因为你之前没有学过。但没关系，这个可以是后天练的，因为还有一段时间嘛。你现在给我唱首歌吧。那我就唱我平时听的歌。对。银色小船摇摇晃晃，弯弯悬在绒绒的天上，你的心事闪闪亮亮。你听我跟你说啊，再后来我就狠狠的知道你在怎么着，我就睡了一觉，第二天早上一睁眼，哇塞，马桶盖立马换了一全自动喷水的，接了电，人往那儿一站，哎，它自动就上去了，人一走又盖上了，滋儿它就冲水了。我的天哪！我早上几点起的？我想想啊，那天我起来，哇塞，挺早的，9点半。哎，人家马桶盖都换好了，工人什么时候来的我都不知道。这说明什么？这说明他还是在乎我，说明他还是能做到。哎，文姐，怎么着啊？怎么不理我呀？我这儿完事儿了，咱们到底还出不出去了？我就跟他说，我说我管你是多大的领导，我管你在外面挣多少钱。哎，你从进了我家这门起，你就是一人之下，万人之上。那个人谁呀？我，谢谢。我听个微信哈。啊，你听。哎，文姐，怎么着啊？怎么不理我呀？我这儿完事儿了，咱们到底还出不出去了？
宋茜啊，哎，宋茜，那个迪迪妈妈在我这儿跟我聊天呢。你说。那怎么着啊？要不然也到饭点了，你收拾收拾，咱一块吃饭去啊？前提还是他到底在不在乎你啊？关键就是在不在乎孩子，在不在乎这个家，我们家庭。要不然也到饭点了，你收拾收拾，咱一块吃饭去啊？你去。好，好，那我收拾一下啊，我换身衣服，我就下楼啊。去吧。啊，那不好意思哈，没那个，我跟宋茜吃个饭，你快去，我陪孩子们就行了。行，你甭管。你要是喝水，哎，我知道，刚才都是我自己倒的。你放心吧，甭管我了。我换个衣服啊。忙你的啊。来，进来。哎，回来了。没事。哎，王一凡呢？走了。走了。那行了，别说了，明白了。孩子不是这块料，别费这劲了啊。哦，你别瞎说，他说什么怕他妈发现。哦，对，没跟他妈说来这儿。对，你不知道，你们家孩子特别有天赋，我觉得可以走艺考这条路。是不是啊？真的呀？太好了！哎，那小梦，你给他辅导呗。我不行，我这都多少年没跳了。我刚才想了一下，我有一个大学同学，现在在舞蹈学院当老师，特别好，每年都送好多艺考生。哎，行，那你帮我联系，好吧？啊，谢谢啊，小梦。哎，别客气。那成，那我也先回去了，我也怕他妈妈发现，好吧？儿子刚刚不是超好吧，那我走了，再见，小梦啊。哎，拜拜。门。好，关上了。是什么？说什么呢？哎呀，男人之间的语言你听不懂。来，给你买的3只松鼠。哎，我觉得那凡凡特别可爱啊。我觉得方圆也挺好的，怎么就他妈？算了，你的朋友，我觉得啊，我觉得我还是得搬回来。我觉得多跟他们走动走动。你的朋友就是我的朋友，对不对？啊，行，咱回头再商量啊。你吃吧，来，吃吧，不爱吃吗？一跟你说这事儿就特扫兴。你还吃什么？我都吃6袋了，还吃。哎，好，谢谢啊。你这微信可真救了我了。哎呀，你也救了我。你猜我今天下了班去超市说买2包卫生巾，碰见谁了？碰见谁啊？罗伟东。谢谢啊。一见我就问我一个问题，你猜问我什么？他不会问你，你怎么还没绝经呢？就是真的。你说这嘴欠不欠？气死我了！不，乔卫东我意料之中了，他狗嘴里吐不出象牙。哎，王一迪妈找你干嘛呀？哟，别说了，这女的可真会算计，什么便宜都要占。她女儿不是要参加艺考吗？可是她又担心她女儿文化课耽误了，所以让磊儿给她女儿辅导文化课。给钱吗？给了一个红包200块，2小时。2小时200啊？现在随便找个大学生，1个小时200。磊儿的学习能力不比大学生差，可不是嘛，还浪费磊儿时间，我不同意。可是哎，不说了，你知道他怎么跟磊儿说吗？他说：“这个阿姨呀，哎，要多给你点，可是这红包只有200块，上限200，要不然阿姨多发你点。”我心想，你直接转账不就行了？给2红包不就完了吗？方圆也是这么说的呀。真做得出，太鸡贼了。你好，请问现在可以点餐了吗？啊，可以，给我点那个青咖喱这个蔬菜饭吧。好。你给我来一个烤3文鱼沙拉。好啊，谢谢。哎，先不说他妈，这王一迪真的长得挺好看的，大眼睛、高鼻梁、大高个儿，又会唱歌又会跳舞。对，哎，你别看他妈咋咋呼呼，说话跟机关枪似的，怎么调养一个女儿调养的这么好啊？就是，也不知道用什么样的学习方法，反正就知道咱也不一定学得来。她老公做什么的呀？哎，他先生是开公司的，而且是上市公司。哇塞，你别看人这样子啊，特听老婆话，妻管严。哦，真的啊？我觉得大概是一个什么巨蟹座的。巨蟹座是妻管严吗？不是说特顾家吗？哦，对，哪像你这摩羯座呀，工作狂，真是把你搁在家里，我看你也坐不住。
工作狂有什么用？现在工作也没弄好，孩子也没弄好。你看看人家要什么有什么，人有资本拼啊，拼老公，拼孩子，拼自己。我呢，拼命呗，拼了命也没好结果呀。你看我们家英子这成绩，英子可以啦，可以什么呀？从第2名一下滑到了这20多名，快30名了。是啊，我说怎么弄的呀？我这一个劲儿检讨我自己，那肯定有他的问题哈，但我觉得肯定也有我的问题啊。哎，你说我是不是对他太凶了？你那不叫凶，你那叫凶，我叫什么了？你对英子最多就是高标准严要求，因为你自己对自己要求就严。那我对方一凡呢，连打带骂，连踹带吼的，就这么凶，还没用，还不成器。你那就是雷声大雨点小，又不当真的，打打闹闹的。我觉得方一凡性格多好啊！哎，你看咱都看着别人家孩子好，那你说孩子们是不是也看着别人家父母好啊？那肯定的呀。小的时候我们老觉着别人家的父母好，拿别人家的父母跟咱自己父母互相比。现在我们为人父母了，又觉得别人家的孩子好了，你说是不是挺没劲的？是挺没劲的。哎，对了，我那天看见英子和刘静在楼道口手拉着手，也不知道说什么呢，亲亲热热的。我知道，肯定是让他给他当儿媳妇呢。后来回来问他一下，英子说就是给吉安送卷子去了。然后刘静好像特别感谢他。特别巧，我早上正好去他们家不是暖气不热吗？我说带物业去给他放气儿，他也是拉着我，夸了半天英子这也好那也好，说他们家要是有英子迷女儿就好了。我这回来想，这英子还挺招人喜欢哈。那当然，看你也喜欢，刘静也喜欢，都那么抢着喜欢他。那你说英子是不是心里面也觉得刘静挺好的，想让刘静当他妈呀？你有病吧？你是不是觉得谁都要跟你抢英子？刘静的醋你也吃啊？不是，哎呀，我自己也挺喜欢刘静的呀，人家领导夫人都有气质呀，温文尔雅的。哎，要是我能跟他，是不是综合就好了？综合什么呀？英子，快起来！没什么，没事。那你快点。谢谢桃子，麻烦你了。小事儿，这有啥的？这不是应该的吗？哎，对了，你报你表交上去了吗？别提了，我跟你说啊，我昨天呢干了一件巨蠢无比的事儿，是不是？我妈之前不是一直对我爱答不理的吗？然后她昨天过来找我，跟我说了一大堆交心的话，还跟我道了歉。结果我脑子一抽筋儿，就全部都说出来了。你呀，你们脑袋！我也不知道我是怎么了，脑袋一热就都给说出来了。哎呀，这可怎么办？我之前还让你们帮我保密，结果自己先给说出来了。那你这个冻龄的事儿怎么办？现在？等到截止日期到了，我再交表吧，再看吧。那也行。那我先走了，拜拜。